2023年10月17日，乌克兰远程精准打击火力群正式形成，意味着从今往后，俄军只能基辅方向推进，因为他们一旦撤退到这两个边境线，那么乌克兰的精准远程战术导弹将直接覆盖莫斯科。这种火力震慑对于普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火力军这次可以很果断地说，留给俄军的选择真的不多了。可能有人会说，之前乌军自己改造的海王星导弹不是可以打1000公里吗？远程火力乌军早就有了，为什么偏偏说现在才正式形成呢？此前改造后的海王星射程确实有所提升，但考虑到乌军工生产线一直被俄军稀少，生产难以平稳持续，远程火力无法保证。但现在不一样，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已抵达乌克兰。此前，这型导弹系统打击精度堪称世界第一，最主要的是它来自美国，数量管够。一直以来，向乌克兰援助远程弹药都被莫斯科视为突破红线。此前，法国的暴风暗影在抵达乌克兰前就被其工程师紧急修改了射程，以降低将这场战争再度升级的风险。不过此时，美国这名带头大哥却毫无顾忌，把美军的对地打击神器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敞亮地送到了乌克兰。德国正在修改金牛座导弹射程的工程师，此时可能想说，咱们还有必要改吗？据美国媒体10月17日报道，当日凌晨3点，乌军首次使用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分别攻击了俄军别尔江斯克和卢甘斯克附近的俄军直升机机场。据乌军称，此次他们共摧毁9架俄罗斯直升机，机场范围内多座防空发射器、弹药库和机场跑道等目标都遭到该导弹子弹药毁灭性的破坏，俄军人员伤亡达数十人。根据现场拍摄的子弹药和弹体残骸来看，确定是陆军战术导弹攻击了俄军机场。因为乌军发射该导弹的地点尚不明确，所以火力军猜测有可能是 MGM-140A， 也有可能是 MGM-140B。A 和 B 最大区别是，前者射程160公里，后者射程为300公里。在进行更深入的解读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型弹药，以及这型弹药对乌克兰带来的正面作用。ATACMS 是陆军超音速远程战术导弹系统，该弹弹体重约2吨，长4米，射程为20到300公里，可由履带式 M270 多管火箭系统和公路机动式海马斯火箭炮发射。ATACMS 导弹配备有多种战斗部，像此次乌克兰所使用的就是携带275到950枚 M74 子弹药所组成的集束弹头。M74 型子弹药被钢壳覆盖，在撞击或者爆炸时，每个榴弹都会分解成大量高速的碎片，覆盖面其取决于导弹爆炸时所处的高度，最大有效覆盖区域可达 3.3万平方米。除此之外，该型导弹还可以搭载威力巨大的高爆战斗部，以及用来打击位于地下掩体目标的钻地战斗部等等。ATACMS 配备 GPS、末端惯导等导航手段，命中精度奇高。目前上面提到的2种火箭炮去年就已经在乌军中服役。除此之外， ATACMS 也可以由载机发射。不过考虑到乌克兰目前的空中力量，自这次亮相之后， ATACMS 肯定会配备于乌军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此前，海马斯在打击俄军后方力量中充当了核心的作用。尽管此前他发射的 GMLRS 制导火箭弹射程仅有70公里，虽说命中精度远高于俄军龙卷风，但受射程限制，仍然难以攻击俄军纵深目标。但尽管如此，海马斯对安东诺夫斯基大桥的持续精确打击，仍然是迫使俄军从赫尔松方向第聂伯河西岸撤军的主要因素。在获得射程超过300公里的 ATACMS 导弹后，乌克兰的打击范围陡然延长了近4倍，打击位于克里米亚的目标将会更轻松。与 GMLRS 制导火箭弹不同，海马斯系统每次只能发射1枚 ATACMS 导弹。为了防止俄军反击，乌军必然会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以此来提高生存力。从此次乌军对俄军机场的打击来看，海马斯发射的 ATACMS 导弹已经使乌克兰军队勾到了远在前线后方的俄罗斯后勤、指挥和控制节点。
如果从俄乌僵持的前线发射 ，ATACMS 的射程能直接涵盖到俄罗斯本土。这种精确制导的导弹可以准确击中由情报部门确定的 GPS 定位目标，从而使得俄罗斯之前处在所谓安全地区的后方梯队也纳入了乌克兰的触及范围。如此一来，俄罗斯不得不将补给和指挥所再度向后撤离，向作战部队迅速提供补给的难度自然会大大增加。往后的俄军必然要重新评估在乌克兰境内的行动方式和地点了。所以，这型导弹系统的战术定义不仅是在海湾战争，在乌克兰同样也发挥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局势。泽连斯基在17日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说道：“今天我要特别感谢美国，我们与拜登总统的协议正在得到执行，执行得非常准确。”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亲自证明美国陆军战术导弹在俄乌战争中被使用，至少说明了2件事。其一是这类武器对乌克兰的重要性，这个咱们上面有所提及，乌克兰将拥有更大的战略纵深以及火力覆盖。此次选择俄军机场为目标，其实是很有讲究的。比如别尔江斯克机场，实际上它是俄军驻扎在扎波罗热部队的专用机场，摧毁这里的俄军飞机，自然有利于乌军在扎波罗热的攻势。另外，这个机场在亚速海北岸，从距离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乌军使用该导弹攻击克里米亚大桥的预演。其二呢，就是政治角度了。德国在金牛座导弹的射程问题上一直在瞻前顾后，既不愿意踏破莫斯科警告的红线，又想实打实援助乌克兰，怎么办呢？只能让工程师紧急修改最大射程，300公里修改200公里，200还觉得远，又想修到160，甚至想直接改到70，以保证乌克兰不会把金牛座导弹发射到俄罗斯本土。这一行为在火力军看来虽然可以理解，但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战争必然是你死我活，作为旁观者，既然选择了站队，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去顾及敌对方所定下的单方面规则，因为它不合理。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体型强壮的男人在街上抢钱，他手持钢刀，被抢的人都是赤手空拳，这个时候一旁的你决定打抱不平，于是你打开自己堆满长刀的汽车后备箱，东挑西选后拿出一把最短的匕首，递给了那些被抢的人。这个情景其实和德国的顾虑是一样的，要么从一开始就离得远远的，不站队不出头，既然选择帮忙，再把金牛座降低射程又是何必呢？在这方面，美国又做了一次榜样，他们援助物资是不受俄乌双方影响的。直白来说就是，并不是乌克兰要什么他就会给什么，更不是俄罗斯不让给什么，美国就乖乖听话不给乌克兰什么。美国援助乌克兰的物资，首先要获得国会批准，其次美国还要根据情报事态实时调整援助策略。就拿这次轰炸俄军机场来说，此前关于援乌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美国一会儿说给，一会儿又说不给了。直到这型导弹系统在乌克兰列装并使用，大家终于算是看清了美国对乌克兰武器援助的一个规律。当援助某一款武器的消息被传出来的时，这款武器大概率已经抵达了乌克兰。最早出现援助乌克兰 ATACMS 导弹系统的消息是在上个月底。难道运输、中转和人员培训以及战场部署这些不需要时间吗？当然需要。如果把这些时间算上的话，那么 ATACMS 导弹系统抵达乌克兰的时间很可能也是在上个月底。至于这1个月真假虚实的消息，大概率就是乌克兰和美国放出迷惑俄军的烟雾弹罢了。以此延伸来说， F-16在乌克兰战场参战的日子也不会太远，大家拭目以待吧。以上的结论是有分析认为的。接下来火力军说一下自己的理解。其实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使用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世界瞩目的以巴又开战了，据火力军不精准的推测，全球目光有一大半都被吸引了过去，各类军事援助包括武器、技术、情报等等都在向中东地区大范围转移。在以巴开战后第2天，看到多个国家的外籍雇佣军从乌克兰离开前往中东地区，很多关注乌克兰的观众都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网上也开始充斥类似于乌克兰被北约或美国遗弃，短时间内会溃不成军的言论。
好，我们再从现在来看，乌克兰战场上出现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并重创俄军的事实，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有力回击了舆论场上那些所谓的乌克兰战争疲惫症，以及美国无法兼顾以色列和乌克兰，会放弃乌克兰等等说法。尽管在美国盟友体系和战略程度上，乌克兰确实比不过以色列，但说美国会放弃乌克兰显然不具有客观性。反过来说，美国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也不客观。但从某种程度来说，美国对乌克兰减少援助，反而会让俄军更加危险。有句俗语叫“质量不够，数量来凑”，反过来就是数量不够了怎么办呢？自然也是由质量来凑。比如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一颗炮弹摧毁的目标价值，大家就可以粗略估算一下了。当地时间17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援助乌克兰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在2024年至2027年间，不计军事援助，欧盟还将向乌克兰提供高达330亿欧元的贷款，以及170亿欧元的赠款。从这项决议我们可以显而易见，援助乌克兰仍然是欧洲北约不可撼动的策略。俄罗斯如果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欧盟和北约放弃乌克兰，那普京大概率会失望的。好了，今天的就到这里了，大家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火力军将会不定期翻盘，我们下期再见。